我们今天开会，主要宣布2件事儿。第一件呢，对我们韩上来说是件好事儿。我们韩主编已经成功收购12%TMG 的股份，正式入主 TMG 董事会。我们大家向他表示祝贺。有请韩主编给我们讲几句话吧。首先，谢谢尚董，还有 TMG 集团对我的信任，能够入主董事会，是一个机缘巧合。其实我的本分是为了办好杂志。我不擅长经营的，而且我也不想参与纷纷扰扰的商业斗争。之所以入主董事会，是为了韩上。还有为了在座各位能够争取一个说话的机会，仅此而已。第2个消息，不是好消息，也不算是坏消息。今年已经过去大半了，我们杂志社的广告经营状况没有太大起色。更严重的是，我们杂志的成本高居不下。这让董事会一直颇有微词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我们拍一集广告照片所付的钱，竟然占去我们广告收入的70%，其余的30%，扣除人员工资、办公成本、税金等等，能够剩下多少？你们大家可以算一算。尚董，关于广告这方面的事情，我可以负责向您解释。既然是开会，大家可以畅所欲言，畅所欲言。你说广告经营方面没有起色，这一点我不同意。广告本来就有淡旺季，现在是淡季。我保证到了年底，一定完成广告任务。其次还有，我们整个杂志社的广告收入靠的是硬板广告，而不是广告专辑。董事会正在做一个关于韩上的审计报告。要是杂志的盈利不如预期，董事会会把韩上并购给别的公司。韩总，我想跟你谈谈。欢迎。今天开会，你是在向我宣战？何以见得？不要绕圈子。对韩上，你不惜一切代价，甚至冒着被撤换的危险。尚董，我这么做，完全是为了保护韩上。哼，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！我看你这个女人一定是发疯了，自私自利，不顾全大局，对韩上的占有欲，让你彻底发疯了。说对了，占有欲，我特喜欢这个词儿。韩上是我亲手创办的，我不容许任何人去伤害他。没有任何人要伤害韩上，只是换一种经营方式而已。你反应怎么这么大？尚董，韩上创刊到现在1年多的时间，他就像一个刚刚学走路的小孩子，连这么小的小孩子都知道自己养活自己，还给集团带来了利润跟价值。至于韩上带给 TMG 的品牌效益还有社会影响力，我想这一点你心里头应该最清楚。为什么 TMG 这么大的集团这么没有耐心，连让他成长长大的机会都不给韩上呢？啊，韩露，我奉劝你一句，一个女人野心太大，会毁了自己。这不是野心。韩上是我的孩子，我不会利用我的孩子当成我成功的垫脚石，更不会把它当成我谋利的工具。
所以我会这么的孤注一掷。这么说，你已经下定决心，没有一点让步的可能？半步都不可能。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？别怪我没有提醒你。我决定这么做了，一切后果我自己负责。该说的话我都说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主编，刘泰明，他要并购韩尚。他有那么强的实力吗？据我了解，以他的实力不能够并购韩尚，要不然他也不会这么积极的去拉拢晋达来投资。今天的这种情况看来，他跟尚峰肯定达成了某种的交易，不然他不会这么高调的出现。那您的意思是？现在这种情况，我真的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。而你，是最后一个能够帮助我的人。韩尚，他是我的一切，甚至比我自己的生命还重要。我真的不能够看着就这么拱手的让给别人。首先，我必须知道刘泰明他下一步会怎么做；再来，就是他跟尚峰之间到底构成了什么样的交易。先他人一步，才能够保住韩尚。还有，我希望你要告诉他，不管外界有多么大的阻力，韩尚难堪是一定会出的。这是我唯一的请求，也是韩尚全体员工对你的请求。我考虑一下吧。谢谢。还不错。主编，韩尚男士版还要继续进行吗？当然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哦，没什么问题。只不过最近杂志社的传闻很多啊。韩尚像这样子的风波也不止第一次了，习惯了。你们还是继续工作，其他事我会处理的啊。知道了，主编。主编，刚才尚峰来向你兴师问罪了。何止兴师问罪啊，简直是跟我下战书，简直虚张声势罢了吧。哦，对了，嘉义传媒的廖总我已经约好了，我们现在过去吧。哎，对了，他们很想做一本时尚杂志，为什么我们不反过来？我们建议他给韩尚做一个电视版，因为毕竟电视栏目是他们的强项，而且我们也可以全方位的配合支持他，强强联手，这样才会双赢。对，我们可以从贸然介入一个不熟悉的行业，难免会有风险的这个角度去说服他们。如果这一次我们跟他能够合作成功的话，我们在 TMG 的地位会更巩固了。喂，周田，刚才开会以后，韩露有什么反应？啊，尚总，我不太清楚哎。我不是让你密切关注韩露的举动吗？好像主编已经知道刘泰明要收购韩尚。
以后不管是韩露还是刘泰明，有什么风吹草动，立刻通知我。副主编，这些稿件你今天下班之前一定要看完哦。印刷厂那边明天要打印样书了。嗯。你别叫我副主编了，叫我周田吧，有点不习惯。好的，周田。你忙不过来，一定要叫我一声哦，我是随时乐意帮忙的。谢谢。